新春期间大家都要去走春去拜年，但我今天要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大家，有些门你是万万不能进的，有些饭你是绝对不能吃的，哪怕你觉得面子上挂不住，也得给我忍住，因为这是关乎你一家老小来年运势，甚至是你身体性命的生死大事。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尼斯，大过年的你别触眉头，哪有这么严重？你不信，你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，甚至觉得我是在怪力乱神。好，我不跟你讲大道理，我先跟你讲一个我亲手治过的真实医案，你听完了自己再去好好想一想，这背后的因果到底有多可怕。有一年的大年初六，我的诊所里被人急吼吼的抬进来一个病人，叫老陈，50多岁，身体底子本来是挺硬朗，平时也就有点高血压，但这把年纪谁没有点慢性病？结果呢，初三那天去了一趟表亲戚家，初四回来就不对了，嘴巴有点歪，手开始抖，话都说不利索了，眼神都是涣散的。去医院检查，说是轻微中风，输了液也不见好，整个人像是三魂七魄跑掉了一样。家里人急死了，我一摸他的脉，弦而紧，如寻刀刃，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之象，而且肾气急虚，此脉几乎摸不到，那是根基动摇了。我就问他太太，初三那天你们去谁家了？受了什么气，还是撞到了什么脏东西？他太太一愣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说，哎呀，尼斯神呢，我们就去了他那个当大官的表哥家，那表哥一直瞧不起我们，吃饭的时候虽然没明着骂，但那个眼神那个语气全是刺，说了几句难听话，什么穷亲戚也就过年来打秋风。老陈当时脸就紫了，但他老实啊，忍着没发作，在那硬坐了2个小时，回来就这样了。听懂了吗？这就是气在杀人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。易经上讲，同气相求，同声相应，人活一口气，这口气顺了，你身体就健康，运势就旺。这口气要是堵了散了，被别人压住了，那你这一年的运势就全完了。诸位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人就是一个大磁铁，也是一个精密的能量接收器。你身体里有磁场，别人家里也有磁场。过年这段时间为什么叫过年？古人说年是个关口，是天地之气交接的时候，也是一年中气场最敏感最动荡的时候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跑到别人家去，那就是让自己的磁场完全向对方敞开。如果这个人家里是喜气洋洋积德行善的，那是紫气东来，你去沾沾喜气，回来可能生意就顺了，身体也轻盈了。但是如果你去的是一个充满怨气、煞气、霉气的家，或者这家人本身就心术不正，看不起你，那你就是自投罗网。你把他家里的那些脏东西、负能量全吸到自己身上来了，你回来能好吗？我常说，看病治的是果，风水和人心才是因。今天我就把这个因给你剖开来看，咱们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，就讲实实在在的生活。我总结了5种绝命门，这5种人家里，不管亲戚关系多近，不管礼数多周全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千万别去，甚至连电话都不要打，因为只要联系了那个因果线就搭上了，报应来得又快又猛。第一种绝对不能去的人，就是平时瞧不起你的人，俗称势利眼，台湾话叫大小眼。我们讲面相，什么是势利眼？大家回去仔细观察，你看那种人眼白多，眼黑少，这叫4白眼或3白眼。看人的时候，眼皮子是耷拉着的，好像永远睡不醒，或者用下巴对着你，鼻孔经常那是朝天翻的。这种相在相学里叫傲气冲天，福薄如纸，鼻孔朝天，那是漏财之相，也是看不起人的傲慢之相。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他是长辈，或者是我的老长官、老同学，虽然他平时看不起我，但我过年不去拜访，是不是失了礼数？怕别人说我闲话？大错特错，你以为你是在尽礼数，其实你是在送命。你这是把自己的脸凑过去给人踩，把自己的尊严扔在地上让人碾压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，这种人为什么不能去？当你提着2瓶好酒，一盒高档礼盒，花了大价钱，满脸堆笑的敲开他的门，他开门一看是你，嘴角往下一撇，那个眼神里透出来的冷漠和轻蔑，就像一盆冰水从头浇下来。那一瞬间你感受到了什么？是不是心里咯噔一下？是不是觉得胸口堵得慌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？这就对了。
这一瞬间你的心气就受损了。中医讲心主神明，心气一伤，你的神就散了，防御系统瞬间瓦解。然后你坐下来看着他们家豪华的装修，却觉得冷冰冰的。他开始说话了，哎呦，小张啊，今年还是开那个破车来的哦，听说你的生意不太行啊，你看我家那个谁谁谁今年刚换了透天大别墅，你这礼物也不用带，我们家也不缺这3瓜2枣的。这一句句话像软刀子一样扎过来，不见血，但痛入骨髓。你坐在那里如坐针毡，脸发烫，手心出汗，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时候你的身体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首先是肝气郁结，肝喜调达而恶抑郁。你想发火但不敢发，因为是大过年，又是长辈，你还得陪着笑。这股怒气憋在肝里，肝主疏泄，一旦堵住，你的解毒功能就差了，气血就开始逆乱。其次是肾气受损，被人羞辱，那是伤自尊的。中医讲恐伤肾，其实羞耻感也极度伤肾。你的志气被打压了，觉得自己不如人，觉得自己窝囊，你的肾精就开始流失。肾主骨，肾气一虚，你的骨头就软了，腰杆就直不起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气运是连在一起的。一个人如果总是打压你，贬低你，他在风水上就是你的克星，是你的白虎煞。你过年去找他，等于就是伸出脖子让他砍一刀，这一刀砍下去，把你这一年的锐气和自信全砍断了。我有个病人姓刘，做建材生意的。有一年过年，铁子非要去拜访他以前的一个老板。那个老板一直觉得老刘没出息，老刘想，我现在混得还可以的，我去让他看看。结果去了之后，那老板正眼都没瞧他，一直跟旁边的一个大老板聊天，把老刘晾在一边，像个服务生一样，连口热茶都没给倒。最后临走时，那老板说了一句，小刘啊，你这辈子也就是个跑腿的命，别折腾了。老刘回来气得3天没睡着觉，肝阳上亢，血压飙到180，差点脑溢血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这一年他做生意完全没自信了，每次去谈大单子，脑子里就回想那老板的话，说他是个跑腿的命，结果畏首畏尾，说话都不硬气，好几个大单子全黄了，那一年赔了个底掉。这就是果报，哪怕你带的是顶级的酒，最好的乌鱼子，只要他心里看不起你，你的礼物就是贱物，你的人就是贱人。你把自己的脸凑过去让人打，这不仅仅是丢脸的问题，这是在破你的财库。财神爷喜欢什么人？喜欢喜气洋洋、自信满满、昂首挺胸的人。你从那个势利眼家里出来，灰头土脸，垂头丧气，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，身上的光都没了，晦气缠身。财神爷怎么会找你？所以各位听众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大哥大姐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。对于那些平时就对你冷嘲热讽、看不起你的亲戚朋友，不管他多有钱，不管他官多大，过年绝对不要去。不要觉得不去是得罪他，你本来就被他看不起，去不去他都看不起你。不去，至少你保住了自己的尊严，保住了自己的一口浩然正气。有了这口气，你明年才能挺直腰杆赚钱，才能让身体不生病。记住尼斯的话，宁可在家喝稀粥，不看他人脸色吃饭，这叫骨气。骨气就是你命里的脊梁骨，脊梁骨断了，你是站不起来的。这第一种人是明着来的，刀子伤的是你的面子和财气。但这第二种要讲的人更可怕，他们往往是你的闺蜜、老同学，或者是看着很可怜的亲戚。他们不拿刀，他们拿的是毒药，而且是慢性的，专门灭你的阳火。第二种绝对不能去的人，就是那种苦瓜脸，一见面就开始倒苦水，抱怨人生的人。大家记住了，过年叫春节，春代表生发，代表阳气出生，代表万物复苏。我们为什么要贴红春联、挂红灯笼、放鞭炮？就是要那个红火的气，要把冬天的寒气驱散，把那一股新生的阳火给点燃。可是如果你大年初一初二跑到一个爱抱怨的人家里去，那你这把火还没烧起来，就被一盆冷水浇灭了。这种人有什么特征？你一进门，哪怕外面阳光普照，你一进他家那个客厅，就觉得阴冷阴冷的，空气里好像有灰尘在飘。哪怕他家里开了暖气，你还是觉得后背发凉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死则神灭，神灭则气寒。家里没有笑声，只有叹气声，这叫阴宅之气。你坐下来，屁股还没热，他就开始了。哎呀，老李啊，你不知道我这一年有多苦，
我家那个死鬼又在外面乱花钱，孩子又不听话，老板简直不是人，我都快累出病了，也没见涨薪水。你看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呢？听听，这就是典型的土毒，它就像一个装满了垃圾的垃圾车，一见到你就把车斗打开，往你身上倒。从中医上讲，这种人身体里全是湿气和寒气。我们讲忧思伤脾，悲忧伤肺。一个人天天抱怨，天天想不开，他的脾胃绝对不好。脾主运化，脾一伤，身体里的水就排不出去，这就形成了湿。这种湿是粘稠的，像浆糊一样，中医叫痰湿蒙蔽心窍。你作为一个客人，好心好意去拜年，去听他诉苦，你以为你在安慰他，错，你是在当垃圾桶。他在把他体内郁结了1年的湿毒怨气，通过嘴巴一股脑的倒进你的耳朵里，倒进你的心里。我问问各位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些时候去听完一个人抱怨，明明你什么活都没干，就坐那听了2小时，回来之后觉得浑身累得不行，肩膀像扛了2袋大米，头昏脑胀，甚至想发火，想打人。这就是中毒了。这在心理学上叫情绪传染，在中医叫染了邪气。它的负能量把你身上的正能量，也就是阳气给中和掉了。你的阳气不够了，自然就觉得累，觉得冷。我再给你们讲个我身边的真实案例。我有个病人叫张姐，人特别热心，也是40-50岁。有一年过年，她去探望她的一个国中同学，那个同学离婚了，一个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。张姐本来想去送点温暖，结果去了以后，那个同学拉着张姐的手，哭哭啼啼讲了3个小时，从前夫怎么没良心，讲到现在的社会怎么不公平，讲到自己身体怎么不好，全是一地鸡毛。张姐是个老实人，也不好意思打断，就陪着流眼泪，一直点头说是啊是啊，不容易。等到下午回家，张姐的脸色就发青了，一进门看见自己先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瓜子皮磕了一地。平时这都是小事，张姐笑笑就少了。但那天不行，那天张姐心里的那股无名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，指着先生鼻子就开始骂，你看你懒得像猪一样，我怎么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，我命怎么这么苦，2口子大过年的，为了几个瓜子皮把电视机都砸了，年夜饭都没吃成。后来张姐来找我调理，我就问她，你发火前是不是去过谁家？她一说我就明白了。我说，张姐，你这是被过阴了你那个同学满身的怨气，你把他带回来了，发泄到自己先生身上，这不是毁了自己的家吗？各位，慈悲是要有智慧的。佛家讲慈悲，但也讲不渡无缘之人。那些逢人就诉苦的人，他们的心里有一个黑洞，他们不想解决问题，他们只想把痛苦传染给别人，让别人也觉得原来大家都过得不好，这样他心里才平衡。过年是用来接福的，不是用来接锅的。如果你去这种人家里，你就像一块干海绵，吸满了他的脏水。这脏水是什么？是晦气。带着这一身晦气回家，轻则感冒发烧，浑身酸痛，重则家庭不和，破财免灾。所以尼斯在这里给你们划个红线。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里有那种祥林嫂式的人物，不管他多可怜，过年这几天千万别去，实在避不开，就在电话里拜个年，发个红包，意识到了就行。哪怕他要把苦水倒给你，你也要把电话拿远一点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你要保护你的阳火，你的阳火旺了，你的家才温暖，你的运势才通畅。别为了所谓的面子和同情心，把自己1年的好运气都赔进去了。记住一句话，远离消耗你的人，哪怕他是亲人，这就叫趋吉避凶。前2种讲的是伤财和伤气，这第3种要讲的人，那是直接要命的。而且这种人在过年的时候最常见，很多长辈朋友抹不开面子，结果把自己的神给丢了。第3种万万不能去的人，就是那种嗜酒如命，而且喜欢强行劝酒灌酒的人。大家记住了，过年喝点酒那是风俗，叫分岁酒。中医也讲酒为百药之长，适当喝一点那是行气活血，是助阳的。特别是冬天喝2口身上暖和，这没毛病，但是凡事过犹不及。如果这一家人或者这桌客人是以喝倒一个是一个为乐，那你千万别去凑这个热闹。为什么？我要跟你们讲点深的东西。中医里有句话叫心藏神，这个神就是你的意识、你的灵魂、你的主宰。
平时你是清醒的，说明你的神坐在心这个皇宫里，你是皇帝，你能控制你的身体，能控制你的情绪。但是酒是什么？酒是湿热之毒，它的性质是火，而且是邪火。当你一杯接一杯地灌，那个邪火就会直冲你的心包，火克金，金生水，这一把火烧起来，你的心神受不住了，它就要离位。什么叫离位？就是皇帝觉得皇宫太热了，待不住了，跑出去了。皇帝一跑，皇宫空了，谁进来？鬼进来了。大家别怕，这个鬼不是聊斋里的鬼，中医讲的鬼是邪气，是妄念，是你不受控制的兽性。你们看过喝醉酒的人吗？有的哭爹喊娘，有的脱衣服骂街，有的打人毁物，甚至还有的睡在大马路上。那时候的他还是平时那个温文尔雅的人吗？不是了，因为他的神走了，身体被邪气接管了。这就叫酒后乱性，乱的就是这个自信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酒鬼家里不能去。如果你去拜年，遇到那种拼命三郎，说哎呀老张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，这杯干了，不干不是男人，感情生一口闷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破你的局。每个人过年都有一层卫气，也就是保卫之气罩在身上，保护你不生病不倒霉。他逼你喝酒，把你灌醉，就是把你的这层保护罩给撕碎。中医讲醉酒入房，气结肝伤。当你喝得烂醉如泥，全身毛孔是张开的，这时候外面的风寒湿邪统统长驱直入。我给你们讲个惨痛的教训。我以前治过一个做生意的老板，姓王，40多岁，正当年。那年春节，他去一个酒肉朋友家里聚会，那个朋友就是个大酒鬼，家里乌烟瘴气，全是烟味酒味。那个朋友死活不让他走，非要拼酒，说今天不醉不归，谁走谁是熟拉。老王没办法，抹不开面子，硬着头皮喝了半斤高粱酒。喝完之后神志不清，走路都打飘。回家的路上其实也没开车，就是走路一脚踩空，摔进了一个还没盖好的大水沟里。冬天啊，那水沟里全是脏水和冰渣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是腿断了，寒湿入骨，落下了终身的风湿病，每到下雨天就疼得打滚。更要命的是，因为他住院，公司里一个本来谈好了几百万的大案子被对手抢走了。他后来跟我说，尼斯我真后悔啊。那天我一进那个朋友家门就觉得心慌，觉得那个酒局像个鬼门关，但我就是没好意思走。各位，这就叫结束。那种喜欢灌酒的人，家里往往是败落之相。你看真正的富贵人家，喝酒都是点到为止，那是雅兴。只有那些心里空虚、生活不如意、没有福报的人，才需要靠酒精麻醉自己，还需要拉个垫背的陪他一起醉。你去这种人家里，就是在拿自己的命陪他的不幸买单。而且酒桌上最容易口舌生非，酒壮怂人胆。喝多了本来好好的亲戚，两句话不对付，桌子一掀，亲人变仇人。过年打架斗殴进警察局的90%都是因为喝酒。所以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里有那种一上桌就控制不住，或者非要逼你喝的人，请你立刻马上找借口离开。你可以说，哎呀我还要去接孙子。你可以说，我最近在吃中药，医生严禁喝酒。千万别不好意思，你的神比什么面子都重要。保住你的清醒，就是保住你这一年的运筹帷幄。脑袋清醒的人，财神爷才会跟着你走。一个醉醺醺的酒鬼，财神爷躲都来不及。前面讲的酒鬼是乱性，这第4种要讲的人，那是吞噬。这一章我要讲的重一点，因为这不仅关乎你的钱袋子，更关乎你全家的家运。第4种绝对不能去的人，就是那种有赌博嗜好，或者借着过年聚会设局敛财的人。大家过年嘛，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打个小牌，摸个8圈，几十块钱输赢，图个乐呵，那是娱乐，那个气场是松弛的。但是如果有一家人或者是某个亲戚，他是以此为生，或者是以此为乐，上了桌子眼睛就红，非要搞大的，几千几万地往外掏，这种局你千万别坐上去，甚至连看都不要看，赶紧走。为什么？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讲财的属性。易经上讲财分2种，一种叫正财，一种叫偏财。正财是你辛辛苦苦劳动赚来的，上面那是带着你的汗水的，那是阳财，是干净的。而赌桌上的钱
那是凶财，是阴财，是带着血腥味的。你想想看，那个赌桌上坐的一圈人，哪一个是抱着我要输钱给大家花的心态来的？没有，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是我要赢，我要把你们兜里的钱都掏空，我要把你们的血吸干。这叫什么？在中医神志学里，这叫杀心起，贪念动。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股黑气，那是贪嗔痴里的贪毒。你仔细看那些赌徒的眼睛，里面全是红血丝，那是向火妄动，是心火在烧。你如果走进这样一个屋子，或者坐上这样一张桌子，你周围全是这种要把别人吞掉的磁场，哪怕你在旁边看，都会觉得心惊肉跳。这在玄学上叫什么？叫恶鬼局，一群恶鬼在抢食。你一个大活人坐在中间，你能好吗？有人说，尼斯我运气好，我不怕，我还能赢钱呢。大错特错。我告诉你们一个天机，赌桌上的钱，赢了是灾，输了是祸。如果你赢了，你拿走的是别人的怨气，那个输钱的人心里在咒你啊，他咬牙切齿的想把钱捞回来，你把他的钱揣兜里，其实是把他的恨意揣兜里了。古人说，不义之财如汤泼血，这钱你留不住的，甚至还会因为他招来意外的破财，比如生病、撞车、丢东西。这就是能量守恒，天道好还。如果你输了呢？你输掉的不仅仅是钱，是你一年的财库。过年是什么时候？是立春前后，是一年的起始。你在一年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把自己的财库打开，让人家掏了个精光。那你这一年就像个漏底的桶，怎么装都装不满。我再给你们讲个我见过的真实案例，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有个小伙子叫小赵，特别老实本分的一个人，平时在工厂上班。那年过年，被他的一个远房表叔拉去家里玩。那表叔就是个老赌鬼，家里乌烟瘴气的。一进门，表叔就说，哎呀，小赵三缺一，来抽个手就玩一会儿。小赵抹不开面子就坐下了。一开始小赵手气特别好，赢了几百块。大家注意了，这叫钓鱼，这是老天爷在考验你的定力，也是那个恶鬼局在给你下饵。小赵一高兴，贪念就起了，心想这钱来得太容易了，比上班强多了。结果呢，风向一转，连输好几把。小赵急了，想回本，越想回本越输，越输越想回本。最后那天晚上，不仅把身上的2000块现金输光了，还欠了表叔5000块。大年初一啊，小赵回家以后不敢跟老婆说，但是心里那个火啊，那个悔啊，整个正月他都魂不守舍，上班也没精神，差点把手卷进机器里。后来两口子为了还债，吵得不可开交。那一年家里鸡飞狗跳，孩子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。小赵后来找我看失眠，跟我说，尼斯那个年过的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。我跟他说，你那是被心魔给吃了，那个表叔家就是个盘丝洞，你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从中医角度看，赌博最伤什么？伤肾，恐伤肾。在赌桌上，你的心情是七上八下的，一会儿狂喜，一会儿惊恐，那种高度的紧张在消耗你的肾精。而且赌博往往都要熬夜，通宵达旦，肾主骨生髓，脑为髓之海，你把肾精耗干了，脑子就空了。所以赌徒往往面色灰暗，眼圈发黑，反应迟钝。各位长辈朋友，尼斯要再次敲黑板。如果你的亲戚里有这种人，或者你过年去谁家，看到他们不是在聊天喝茶，而是在摆开架势吆五喝六地赌博，听到那种麻将牌噼里啪啦像磨牙一样的声音，哪怕他是你亲兄弟，你也赶紧找借口撤。你可以说，哎呀，我那个心脏最近不太好，听不得这个声音。你可以说，我还有急事，得先走了。你要远离那个漩涡，你只要不坐下来，你就守住了你的正气。你只要不贪那个钱，那个恶鬼就咬不到你。人这一辈子，财运是要靠德来载的，厚德载物。靠赌博想发财，那是缺德。缺了德的财，就算到了你手上，也会把你烫伤。我们要去什么人家里？去那种踏踏实实过日子、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家里。那种人家里的钱是稳的。你去沾沾那个稳当气，你明年的财运也会稳稳当当。记住，小赌不怡情，大赌必伤心。过年不赌博，一年好生活。前面讲的要么是伤你的面子，要么是伤你的身体，要么是伤你的钱袋子。这最后一种人最难防，也最容易让人心软。
但请你记住我这句话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们要讲的不是那种命穷的人，而是心穷的人。大家听清楚了，我从来不嫌贫爱富。如果你有个亲戚家里穷，但是两口子勤勤恳恳，种地也好，打工也好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孩子教得懂事有礼貌，这种穷亲戚你不仅要去，还要多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人家里有骨气，哪怕现在穷，那只是暂时的，预谋到他的那个精气神是正的，你去帮他一把，那是雪中送炭，也是在给自己积阴德。但是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种烂泥扶不上墙的亲戚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但是还要抽好烟喝大酒，整天不想着去干活，就知道在家里抱怨社会不公，抱怨亲戚不帮他，甚至开口闭口就是哎呀你现在混好了，你得拉我一把啊，你不给我钱就是忘恩负义。各位，这就叫心穷。在中医里我们讲肾主骨，骨生髓，一个人的骨头硬不硬，看他的肾气足不足。这种心穷的人就是典型的肾气亏虚，志意不立。志是藏在肾里的，一个人要是没了志气，那他就没了脊梁骨，他在精神上是个瘫痪的人。这种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喜欢叹气。你注意看，他坐那没事就长叹一声。中医讲叹气泄气，他把自己的那点阳气全叹跑了。你要是去这种人家里，或者让他赖上你，那就麻烦大了。风水上有个说法叫水鬼找替身，心穷的人就像那个水鬼，他在水里泡久了，阴气重，他不想着自己游上岸，他只想找个人拉住，把你一起拖下水。我给你们讲个特别气人的真实案例。我有位老友心肠特别软，他有个远房表弟，40好几了，一事无成，整天在家啃老。那年过年，老友去探望姑姑，也就是这表弟的妈。那表弟一看表哥来了，那是像看见财神爷一样，又是端茶又是倒水，嘴上抹了蜜一样。哥啊，你看我现在也没个工作，你那个公司那么大，随便给我安排个良缺呗，也不用多，一个月给个5、6万就行。老友一时心软，想着都是亲戚，就答应了。过完年把他安排到公司仓库去做管理员，多清闲的活啊。结果呢，干了不到1个月，这表弟嫌仓库冷，嫌还要搬东西，嫌管得严，不能玩手机，最后竟然偷拿了公司的东西去卖，被发现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哥是老板，拿点东西怎么了。老友气得不行，把他开除了。这一开除，好家伙，仇结下了。这表弟到处跟亲戚说我哥现在有钱了，看不起穷亲戚了，利用完我就把我踢了，黑心老板啊。那一整年，老友被家族里的流言蜚语搞得焦头烂额，连过年都不敢回老家了。这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。各位大哥大姐，你们身边肯定也有这种人，你想帮他，给他介绍工作，他嫌累；借钱给他做生意，他拿去吃喝玩乐。你不帮他，他恨你；你帮了他没帮到底，他更恨你。这种人的家里充满了一种索取的磁场，你去他家坐着，你会觉得特别累，好像身上的能量在往外泄，因为他在吸你的气，他觉得你欠他的，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。易经上讲，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，只有自助者，天才会助之。这种自己不努力，整天想着靠别人，靠运气，靠施舍的人，老天爷都看不起他，你怎么帮？你帮他不仅帮不了他，还会把自己的贵人运给折损了。为什么？物以类聚。如果你身边围着一群这种心穷的人，真正的贵人看到你，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层次不行，身边全是这种烂桃花，贵人就会离你远去。所以尼斯最后要劝大家一句，救急不救穷，帮困不帮懒。对于那些心穷的亲戚朋友，过年的时候礼貌做到位，红包发一个，然后赶紧走人，千万别坐下来听他哭穷，更别轻易承诺帮他什么忙。你要学会冷处理，这不是冷漠，这是智慧。你要把你的能量留给那些值得的人，留给那些懂得感恩积极向上的人。只有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你的风水才会越来越好。前面我骂也骂了，劝也劝了，讲了5种绝命门。我知道肯定有人心里在犯嘀咕，尼斯啊，你讲的是对，但万一我实在是避不开怎么办？比如那是我长辈，我必须得去。比如我不小心去了才知道是这种局，我已经沾了一身晦气回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别急，我从来只治病不卖关子。这里我给你们几个补救措施，也就是回家的净身法。如果你从那些势利眼、
怨妇、酒鬼、赌徒家里回来，觉得头晕脑胀，心情烦躁，浑身不舒服，回家进门前先做3件事。第一，跺脚，在进家门之前，在门口用力跺3下脚，把脚里沾的那些霉气、晦气给它震掉。第二，洗手洗脸。进门第一件事，别去抱孙子，别去摸家具，直奔浴室，用温热水好好洗个手，洗把脸。如果家里有艾草或者柚子叶，煮点水洗洗，那个去晦气的效果最好。第三，晒太阳。如果第二天有太阳，一定要出去晒晒后背，督脉在后背，是阳脉之海，晒后背能最快的把你阳气补回来，把那些阴邪之气给逼出去。做完这些，给自己泡一杯热茶，听听喜庆的音乐，把心定下来，告诉自己，那都是别人的业障，与我无关，我心光明，百毒不侵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事情多，记性可能不好，也没关系，我就像个碎碎念的长辈一样，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。过年出门前，在心里过遍这5张脸，看到就躲，碰到就跑。第一张脸，鼻孔朝天的势利眼，记住，他看不起你，就是在折你的福。别去送脸给人打，你的脸面就是你的财库，留着给尊重你的人看。第二张脸，苦大仇深的怨妇或怨夫，记住，他是在倒垃圾，你的心是装喜气的，不是装馊水的。别让他的湿毒灭了你的阳火。第三张脸，醉生梦死的酒鬼，记住，酒入愁肠，鬼上身。别把你的神喝丢了，保护罩一破，什么脏东西都来了。第四张脸，贪得无厌的赌徒，记住，那是恶鬼局，赢了是灾，输了是祸。别拿辛苦钱去填那个无底洞，那个洞通向地狱。第五张脸，烂泥扶不上墙的新穷鬼，记住，他是水鬼找替身，救急不救穷，帮困不帮懒，别让他的衰气拖垮了你的贵人运。这5种人就是过年期间行走的煞气包，你不去碰他，他就炸不到你，你一碰他，这一年你就在给自己找麻烦。那有人问了，尼师，那我应该去哪的风水最好？各位摸摸你左胸口这块肉，这里你的心才是全天下最大的风水宝地。易经讲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中医讲心为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你家里房子再大，装修再豪华，那只是个壳。如果住在里面的人心是黑的，是个势利眼，是个赌徒，那这个房子就是个坟墓，阴森森的。如果你住在茅草屋里，但是你心存善念，你孝顺父母，你对人友善，你脸上总挂着笑，那你这个人就是那个屋子里的太阳。太阳一出来，所有的阴霾、湿气、鬼魅、魍魉全部都要散开。所以最好的护身符是什么？不是你花几万块钱买的玉佩，也不是你求了大师开光的符咒，是你那一念善心。过年的时候，你与其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局里混，不如在家里给父母洗洗脚，这是在培根。根深了你，这棵树才能叶茂。不如给孩子讲讲过去的奋斗故事，这是在传灯。灯亮了，家里的路才看得清。不如给老朋友打个电话，说句真心话，这是在通气。气通了，人脉就活了。这就是我在开头说的利他。你要想着怎么去温暖别人，怎么去照亮别人。当你变成一个发光体的时候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极地。你见到谁，谁就是你的贵人。什么叫贵人？不是给你钱的人叫贵人，是你身上的光吸引来了那些同样发光的人，这就叫同气相求。你若是龙，自然有云来从；你若是虎，自然有风来助。你若是个垃圾桶，那来的肯定全是苍蝇。所以不管是哪一年，你想改命，想转运，就从修心开始，把心里的贪念、嗔念、痴念像大扫除一样统统扫出去，把善良、感恩、宽容请进来，这才是真正的接财神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讲得很深也很长，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说明你是个有福报的人，是个有慧根的人。因为没有耐心的人早就划走了。语言是有力量的，文字是有灵性的。中医里讲祝由术，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的能量场。今天是大过年的，我们在这里相遇就是一种缘分。我想请大家帮个忙，也算是帮你自己一个忙。
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口德，种下你的福田。不管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，不管你以前遇到过多少烂人烂事，此时此刻放下它。我邀请大家在留言区打出这一句话：心存善念，福泽全家，新年我皆福了。或者你可以为你最牵挂的人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孩子、你的另一半留下一句祝福的话，比如愿父母安康，长命百岁，比如愿孩子学业有成，正直善良。不要小看这几个字，当你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你的心是热的，你的念头是正的，成千上万个正念汇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一股巨大的阳气。这股阳气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保护罩，保护所有在这里留言的人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，百毒不侵，诸事顺遂。我们下期再见。